近几年印度诈骗金额屡创新高，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，美国人在家的时间长了，印度诈骗行业至少从美国骗到了200亿美元，从加拿大骗了大概80亿。每年被印度诈骗成功次数，据统计有几百万人次，最多的一个美国大姐被足足骗了13次才报警。按照估计，印度人中服务于面向美国的诈骗分子人数就有100万以上。那为啥印度这么厉害呢？众所周知，印度凭借英国殖民时期普及英语的便利，承接了西方的一部分办公室业务。美国为了降低成本，搞经济全球化，把国内的产业往国外移动。这个移动的不只是工业生产环节，把工厂移出美国去。美国的第三产业也是一直往外移动的。在第三产业里面，特别是比较低端的部分，这些用人多花费大利润薄，基本也都被转移到了海外。其中印度接收了很大一部分，接收这些产业让印度和美国的经济联系变得紧密，这是印度诈骗兴起的源头。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查看之前的视频。美国各行业都开始大量在印度开设呼叫中心，同时把各种业务都尽量通过电话进行，从竞选募捐到通知信用卡逾期，从民意调查到给新开业的健身中心推销会员卡。和印度人打过交道的人，很多会觉得印度人不靠谱，一大原因就是印度人啥事都是 no problem 或者 yes sir， 然后脑袋跟摇头驴一样瞎转。其他人听他们说 no problem， 以为印度人已经充分了解问题，并且胸有成竹能够搞定。其实他们的意思是，你的问题我大概听清楚了，能不能搞定看缘分吧。这样就衍生出大量的误会。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如果是在印度日常生活，大家都是这样，还差不多可以接受。如果是隔着千山万水，一个半夜汽车抛锚在半路上报修的车主，问你半小时修理师傅能不能到，客服来一句 no problem， 车主肯定满意的挂了电话。然后客服过4个小时以后，等修理工上班了再通知去修，估计车主说不定已经到汽车销售中心了。所以印度呼叫中心第一课就是要学会说 no， 把 problem 咽到肚子里。但是印度客服不靠谱，在美国人尽皆知，加上印度口音实在是有点重，日常问题美国人还接受印度人服务，如果是投诉或者涉及钱的问题，大多都会表示请找个美国人和我说话。印度呼叫中心的业务在发展了10几年以后，到了2010年前后，随着菲律宾的加入，印度的份额很快就降低了。菲律宾曾经作为纯粹的美国殖民地，语言口音方面更加接近美国人，很快就取代印度成了最大的美国海外呼叫中心所在地。如今印度已经产业升级了，印度在外包产业也经历了多次产业升级的，专业名词就不说了，总的就是越来越深入到了美国的内部，从一开始接打电话，然后到参与到前台工作，接着印度工程师数量优势开始进入开发，从最外围的开发一直到核心系统，甚至波音公司自己甩锅说他们的飞机最近几年事故频发，主要是因为印度人把他们的代码给写烂了，而且美国人不知道该怎么改，印度人也不知道。既然这样，在印度就有大量的人每天都在为美国服务，这也代表着有大量的美国人的信息被印度人掌握了，并且对美国的风俗人情也有一定了解。印度的人口实在太多了，就算只是那些受过足够教育的人，美国的外包产业也不可能全部吸收就业的。如果是稍微好的工作，发生过150多万人竞争国有银行1500个岗位这种事情。由此可见印度就业压力的巨大程度，而且印度年轻人比例特别的高，巨大的压力压得从末迪到普通老百姓都有点喘不过气来。僧多粥少，外包公司免不了要挑选了。据统计，在印度加入一家服务于美国的外包公司，要经历2次考核和1个月的培训，然后试用期3个月，整个过程要淘汰掉80%的人，
而且资本家的习惯，多数人都是在试用期里被淘汰的，试用期只需要支付少到接近免费的工资。一个年轻人经过了多年学习拿到文凭，去应聘一家公司，经过1个月培训如何与万里之外的美国人打交道，然后在3个月试用期里面实践，最后被赶了出来。更不要说每年都有大量印度人各种原因离开岗位。到这个时候，按照路径依赖和惯性，找美国人弄钱几乎是下意识的，刚学会的说话小技巧正好用一下。其实电话诈骗成功的关键，只要是要有足够大的数量起来了，成功率就算低一些，依然可以有很多收获。印度对美国人的诈骗总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新意，没有什么非常惊艳的神操作，基本就是说要给你钱，或者说要罚你钱之类的。之所以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，就是第一个就是税务的问题，这就先要说2句，美国的税务系统特别的复杂，而且没有代缴代扣，必须自己上报。如果不找专业的会计师，连交钱你都不知道该怎么交，即使找了专业人士，税务部门都还会找上你，有时候是要退税，有时候是发现你逃税了。美国税务部门特别厉害，不夸张地说，毒贩和黑社会都乖乖纳税。只要说自己是税务局的，大多美国人就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底细和盘托出。所以大多数税务骗子都会以恐吓的方式开场。我的名字是 XXX， 是美国财政部法律事务部的工作人员，工作证件号 XXXXX。 这个电话主要是为了告知国税局将对你提起的法律诉讼，你的案件编号为 XXXXXX。 警察还有国税局的调查人员将在30分钟内到达你的家门口。一套下来，有的受害人听了会当场嚎啕大哭，甚至吓出3长2短来。受害人听说只要付钱就行，一般都夺门而出去买苹果的礼品。这东西是苹果公司的一种带密码的现金卡，谷歌也有，有点像以前的手机充值卡，只要有密码就可以把钱充到随便哪个苹果账号上。而且礼品卡的钱是可以转出的，这种卡可以在网上直接出售，网络上有的是收购的人，这样一来骗钱的安全性高了很多，不需要暴露任何一个账号就可以拿到钱了。还有就是骗子会逮着一个人骗，这种骗术的手法是很原始的电脑弹窗，弹窗上面说你的电脑出问题了，叫你打上面的电话报修。电话打过来，骗子就冒充微软客服，说受害人的电脑坏了，然后骗取$200左右的修理费。这还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换个人再给受害人打电话，和受害人说刚才那个人是个骗子，自己才是真的企业客服，通过远程发现有人在盗取受害人的信息。然后印度骗子们独树一帜的大杀器，人工病毒就上场了。所谓人工病毒，就是个远程控制桌面软件，骗子谎称刚才那人在受害人的电脑里面种下了一种新型病毒，一般的手段无法消除，必须用自己提供的杀毒软件才行。前面说了，上当的是连电脑弹窗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人，这时候基本上都傻了，骗子说什么是什么，电脑只要被人远程监控，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多了去了。骗子会让受害人一个一个检查银行账户，然后把假的银行界面推给用户，就可以得到卡号密码了。到这一步，受害人银行账户的钱基本上保不住了。因为家用电脑操作系统基本都是微软，所以大量美国人吐槽微软的系统是垃圾，不断的被骗子攻破，然后自己的钱稀里糊涂的就没有了。甚至有人还控告微软，说他们的客服与骗子合伙欺骗老百姓。微软无数次发表声明说前后两帮人都是一伙骗子，自己实在无辜。但是被骗的受害人是连电脑弹窗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人，对于微软的解释根本不信。这些人别看面对骗子都被忽悠瘸了，但是对于微软都是重拳出击的，大肆传播各种流言阴谋论。最后比尔盖茨在美国成了专业躺枪的，有啥坏事出了都要拉出他来客串一把，保护用户利益。微软对于打击印度骗子也很用心，他们根据自己的技术工具，每天识别大量可疑弹出窗口，
并且将结果转到执法部门，甚至不惜万里迢迢来印度，帮着警察合作逮人。微软几次重拳出击，都能把印度警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甚至让印度警察大队半夜摸进村逮人。这一来，骗子们知道了微软不是好惹的，于是也不逮着微软一棵树吊死，大搞起了利益均沾，也开始冒充苹果、谷歌、脸书、亚马逊这些企业了。反正被骗的受害人是连电脑弹窗都不知道怎么处理的，只要这些企业名气够大，足以给骗子提供一个听起来比较可信的身份就可以了。甚至还有冒充可口可乐公司和耐克公司的，真不知道骗子是怎么忽悠的。反正各家大企业在美国普通民众那里名声特别差，跟邮局差不多。美国那个邮局也是个梗，邮局又慢又蠢还丢东西，他们私下里叫美国丢局。很多人都认定不是自己蠢，而是认定这些企业都是骗子。很多美国上层人士也被这些言论吸引，或者是被说这种言论的人手里的选票吸引，也加入进来，大肆批判各大企业。考虑到美国人非常多，可以用拨号软件把自己的电话改成信用卡客服中心，直接跟美国人说你的信用卡被盗了，需要帮你紧急锁定，请提供账号密码，就会有很多人受骗。还有骗子弄来美国高中生的姓名和手机号，在数据市场是很便宜就可以买到的。骗子打去电话，然后问你是不是 XXX， 对面说是的，骗子就严肃地说我是 FBI 的 XXX，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，发现你在一次聚会期间有非法行为，需要你配合调查。这个时候接电话的高中生估计就吓傻了。美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有很多的限制，比如不许考驾照，不许喝酒，不许抽烟，不许抽大麻，不许持枪。而且骗子说了是一次聚会，又没有说哪一次。美国高中生聚会比考试还要频繁，哪里能记得清楚？受害人比较年轻，被吓住是大概率的。一般这时候骗子会通过引导，让受害人会声泪俱下地承认犯法了，然后大度地表示念在是初犯，现在可以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只要支付几百美元的罚款，然后在电话里做一番保证。至于罚款为啥要用礼品卡，躲过一劫的受害人心里都已经乐开花了，基本不会在意这些细节，而且在事后很可能把这次的经历告诉身边的朋友。高中生的朋友大多都是同学啥的，说不定很快也会收到骗子打来的电话。有了朋友提前打的预防针，这次骗局更加顺利。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， FBI 收钱就可以放人一马的人设就被传播出去了。下次接到 FBI 的电话，大家第一反应是可以用礼品卡贿赂下执法人员。说起来，这种诈骗虽然骗子在印度，但是受害人在美国，按照管辖权的划分属于美国执法机构管，这个正好是 FBI 的工作。作为本来在美国人民群众里形象就不算太正面的组织，现在又被一帮骗子利用，成了个背锅的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真的 FBI 风风火火地跑来印度抓骗子了。不过他们比起大企业在印度影响力差多了，这些大企业几十年来在印度深入合作，大量的外包工作让很多印度人获得了不错的收入。还有很多印度优秀工程师在美国拿着工作签上班，每年印度人打工寄回上千亿美元现金，这些钱是印度填补贸易逆差的重要途径。印度从民间到政府都很重视自己在美国大企业里面的形象，所以微软来印度要求逮人各方都积极配合， FBI 来了却要走流程。要知道在印度走流程那是要死人的，不是夸张，任何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懂。不过大部分时候想抓人非常非常难，和台湾团伙那种几十人甚至十几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同。印度 95% 的诈骗分子都是在100人以上的大型组织里面，分工明确，更加专业，更加职业化一些，一般都是散布在大城市的郊区农村或者平民社区里面，甚至印度报纸刊文手把手教你怎么识别诈骗村。比如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，来到郊区某个村落或者社区，发现这里道路崎岖狭窄，破破烂烂，
但是电线网线都入地了，这里一般就有问题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很可能你是进了诈骗村了。除此以外，要是四周看看，发现只有一些老弱妇孺都盯着你看，这地方有问题的概率就更大了。因为经济产业的问题，加上人口实在太多，大量青壮年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，城市街头闲逛的人特别多，而且非常两极分化，要不就是到处溜达，要不躺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吃一顿饭可以躺2天。如果在一个村里你发现没有青壮年男子看你，但是老幼妇孺对你紧盯不放，大概是把你当成了印度警方甚至美国来的侦查人员了。这种村子或者社区都是男女老幼齐上阵的，人人都有分工，老幼妇孺大多都是放风的，只要你安静离开都不会有事的。这些放风人员线路比想象的要长得多，一般都会撒到最近城市的警察局，村附近的小警局基本上都被买通了，行动也都不会通知他们，还在最近的大路岔口布下眼线。一旦发现警察局有大规模出动就报告，要是大路上有大辆警车下了路口，那就肯定是朝这边来了。只要确定有问题，整个村子都会行动起来，倒不会武力对抗，而是全村跑路。真的是跑路，首先是正在忙活的诈骗分子开始清理数据，把所有资料都删除掉，当然备份是存在世界上某个服务器里面，只是先有数据清理得干干净净，每个人的电脑直接格式化，然后全村直接拉闸断电，所有的诈骗分子全部步行往外跑，剩下一村子老幼妇孺在那里等着警察来。整个过程听着事情不少，但是实际上也就几分钟。以印度的路况，这时候警察下了大路，到村口估计还早呢，路上碰上几头牛在戏耍，大家还要耐心地等牛离开，还有各种没有后视镜的三蹦子到处飙车，非常影响车速。所以等到警察来到村里，会面对一种诡异的现象，整个村子一片安静，除了几只动物，街上一根人毛都没有，挨家挨户敲门也没人开门，闯进去看到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，问啥都不说话，就盯着你看。进入前期锁定的目标房屋，就看见一排一排电话和网线头，偶尔还有没法搬走的台式机，抽了一半还在冒烟的香烟，喝了一半的茶都还是热的，想打开电脑看看，发现居然村里没电，就算把电脑弄回去，也发现连操作系统都没有。这时候警察绝大部分时候都扑个空，极其偶尔碰上一高人胆大的警察，一举摧毁诈骗团伙，逮捕几十上百人。就算抓到，定罪非常难，法律是讲究证据和程序的，总得有受害人和证据链，跨国诈骗搜集这类信息非常非常难。比如张三几个月前骗了美国人，数据都被他删了，那个美国人也不认识张三，甚至他们觉得所有印度人说话都差不多，所以抓回去过几天又放了。此外，印度诈骗团伙老板都在幕后，基本上都在国外远程遥控业务，所以印度诈骗行业根基非常稳，往往打掉的全是基层据点，很快就可以重建起来。这就是印度诈骗为什么打不完的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。再会。